王国的弱智贵族劫走了魔岛国的物质，王国的国王愿意用自己的人头来换取魔岛国的原谅。出使王国的雅尔贝德听到这里却笑了，换做以前，国王是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的，是因为知道了自己的孩子有多优秀后才改变的吗？但不管是怎样的条件，他们都不会同意。魔岛国将正式向王国宣战，并在距今1个月后的中午出兵。不过他们不会再像上次一样使用大型魔法。突然有大贵族大喊，这是他们的阴谋。被打断雅尔贝德非常不爽，你是巴不得提前1个月死吗？说这是他们的阴谋，但其实他们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，所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在王国民众恐惧不安的等待中，1个月过去了，但魔岛国却并没有发兵进攻。难道对方只是在虚张声势吗？亲眼见国王和战士长单挑的指甲刀布莱恩却并不这么认为，他至今都不知道战士长究竟是怎么死的，而且就连王国的至宝剃刀之刃都无法对其造成太大的伤害，对方一定有什么阴谋，所以他决定让自己教导的孩子们逃离王国，即使他死了，他教导的孩子们也能靠着剑术活下去。而正如布莱恩所料想的那样，魔岛国其实早就对王国开战了。为了防止他国援军的介入，达到封锁国境的目的，他们已经开始逐个毁灭王国周围的城镇和村庄，并杀光所有居民。消息一直没有传到王都，是因为小迪出色的封锁消息能力。雅尔贝德也在联络王国的一部分贵族倒戈，作战计划至今实施的非常完美，但是没有一点失败，这一点让国王很在意。摧毁都市和屠杀民众，以他们拥有的实力做到并不难，但失败的经验可以化为成长的动力，有助于将来处理更高难度的状况。如果魔岛国想统治如此广大的领土，今后也必须托付给领域守护者们各式各样的任务。小迪又是秒懂，国王的意思是让他们成为没有经验人的前车之鉴，对吧？魔岛国对王国宣战，屠杀所有城镇的百姓，国王负责攻陷沿海都市，但是在实际战斗中，他投入的兵力很少，还放跑了不少民众，这让守护者们感到不解。国王强装镇定，让他们先仔细观摩，自己背过去揪着羽毛笔疯狂招捕。这件事还要从魔岛国出兵攻陷王国之前说起。国王在萨巴斯德的陪同下来到第5层冰阶牢狱，来见尼古雷德和佩斯托亚。尼古雷德是雅尔贝德的姐姐，一个没有脸皮的恐怖少女，但却比妹妹更加仁慈。她这次见国王是希望国王停止在王国境内屠杀百姓的行为。佩斯托亚也提出了相同的提案，他们认为所有人类都拥有潜力，他们充满创意，还有创造新事物的能力，拥有能促进文明发展的能力。比如他们面前的这盘点心，正是因为人类的创造才变得酥软可口。说着还请国王尝一尝，国王吃了，但没完全吃。虽然国王一直把过度发展的文明视为一种威胁，无法变强的强者和能够变强的弱者，他们必须极力避免自己和人类的立场对调，所以国王驳回了他们的提案。正准备走的时候，佩斯托亚突然提了糖果和鞭子的作战计划。他们向王国宣战的目的，不就是为了展现与他们为敌的后果吗？那么让一部分民众勉强逃生，不也能让他们了解到自己的愚蠢吗？国王知道雅尔贝德在的话绝对不会同意，但今后会有各式各样的种族和不同想法的人加入魔岛国，每一个不同的意见都应该被重视。就这样，国王答应了他们放走一些人的要求，结果就导致了现在的局面。这件事又不能和守护者们直说，搞得国王非常郁闷。大批丧尸正在朝着王都的港湾都市进发，这些丧尸都是被杀害后变成不死者的村民。真正隶属魔岛国的死亡骑士只有2个，领主纳伊乌亚伯爵得到了密营级冒险者小队457的帮助。虽然冒险者不参加国家之间的战争，但毕竟对方是不死者。虽然对方只派了2个死亡骑士，但伯爵无法掉以轻心。从附近城镇逃来的难民民众数量过少，说不定魔岛国打的就是将他们赶尽杀绝的主意。就算是逃，他们又能逃到什么地方去呢？伯爵召集了大批士兵和冒险者一同御敌，并准备了丰厚的报酬。不过小队里的法师莉莉却更喜欢伯爵家传的魔法道具五色圣剑。伯爵表示可以是可以，不过要对方成为他儿子的侧室。他儿子今年才12岁，本来就是一句玩笑话，但谁能想到莉莉喜欢的就是正太。一听到这口水流了一地，还有这种好事儿。守城战正式开始，队长指挥工兵放箭，受到攻击的迟钝不死者大吼一声，越过丧尸直直冲向城门。魔法咏唱者立刻发动魔法攻击，然而足以将普通丧尸焚烧殆尽的火球却对死亡骑士起不到任何作用。死亡骑士开始剧烈的撞击城门，队长立刻带队友到城楼下迎敌，增益 buff 叠了一堆又一堆。然而面对死亡骑士的攻击仍旧非常吃力，刚用魔法粘液让死亡骑士动弹不得，另一只持双刀的就朝这边冲了过来。2只死亡骑士完全是他们无法应对的程度。而就在4骑士小队决定拼死一战的时候，突然一声枪响，死亡骑士瞬间化成了一堆灰烬。众人惊骇的扭头，发现空中出现了一位手持加特林的红色机甲，一阵火力凶猛的扫射就将剩下的一只死亡骑士轻松消灭。对方的脖子上挂着金刚级冒险者的牌子，正是冒险者朱红滴露。异世界居然出现了机甲和枪支，难道真的有其他的玩家出现了？而这一切居然也在国王的预料之中。